希望联盟他们执政了以后，他们也面对那个困境，他们知道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他们在拉票的时候说的那么容易的。是，他们终于知道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每天在做影片的话呢，我们看到大家里面在那些留言那边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失望的。就比如说统考，是一个统考各自表述，人家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们是一个统考各自表述。会不会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言论自由紧缩这件事情感到担忧呢？这个绝对会啊，而且也不是担忧，已经是豁出去了。如果有一天大家在镜头上看不到我，还是看不到我的 YouTube， 大家也不用惊慌。So 这个绝对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来的。我是说，你不要去凭空想象你发生的事情。对，讲的东西还是要有理据，要有理据的，不要凭空捏造。对，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讲错没有问题哦，万一你讲对了呢？往往出事情的就是因为你讲对了。很多老板都在问 AI 到底能不能够帮我赚钱呢？4月29号，我们将会举办一场专门为大马的中小型企业打造的 AI 实战论坛。这一次的主题非常的直接，用 AI 砍成本、拼业绩。我们邀请到许多专家在现场教你如何使用社交媒体 AI 搜索，让你的客户主动的搜索到你，而不是花大钱投广告却赚不到钱。另外呢，刘哲涵博士也会在现场手把手教大家如何把通讯软件变成一个自动报价、自动成交的 AI 销售冠军。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帮你用低成本的 AI 工具取代那些琐碎重复的工作，真正做到降低成本、增加效率。不要再观望了，因为你的对手已经在使用 AI， 现在就马上行动。购票请到 caijin.my/AI， 那就是 caijin.my/AI。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李伟康。在我们今天的访谈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那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说，大马的这个政局真的是变幻莫测的啊。那现在我们可以算得上是生活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然后我们现在的政局有这么多的变化，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新闻碎片，但是我想很少人能够真正静下心来去把这些的碎片拼凑起来，让我们对整个的局势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或者是更全面的认识啊。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他可以算得上是有在做这个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已经在 YouTube 上面认识他了。他总是用比较理性的逻辑为我们拆解最为复杂的局势，然后呢，他除了每天为大家带来时事之外呢，我相信大家也透过他的节目当中可以了解到，他也在做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包括了是公民教育跟媒体识读教育哦。那今天呢，他带来了这一本他首本的个人著作《我是李伟康：自媒体人的时局笔记》啊。这个时候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李伟康，康哥。嘿，能杰你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伟康，非常感谢能杰邀请我呢来到这一个地方，好怀念哦。上一次见面已经是2022年的时候了。对，虽然我们私底下平常有时候也会有联络啦，但是康哥我相信你自从在 YouTube 上面日更之后呢，应该生活变得非常的忙碌，对不对？真的非常忙碌哦，因为的确呢，这个日更呢是有压力的。如果说那一天天下太平的话，那我到5、6点我就开始会有焦虑感了，今天要做什么东西啊，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要做日更呢？我觉得是要建立那一个粘性跟陪伴感。比较现实的说呢，演算法它会去 reward 你，它会去奖励你的。所以当我发觉这个做法了以后，我就从去年的5月开始呢，就一直日更到现在了。从5月份就开始到现在了。去年5月份，对。现在我每一天都要看你的影片。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康哥的影片跟其他的这个时局分析的影片很不一样，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但是我还想说你已经这么忙了，然后每天还要日更，你还有时间出书，你是时间管理大师是吗？所以这个出书呢，他真的是要感谢这一次的出版商啊，33出版社呢，他们真的帮了我非常多的忙。
已经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那个稿呢，是我每天的逐字稿来的，是我每天的那个逐字稿。OK， 所以基本上呢，我就把那个稿说丢给出版社，然后他们就帮我编，帮我重新把它变成能够读的文字。OK， 哈，所以呢，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说你们真的很敢帮我出这一本书。对，而且这本书的质感非常的好，我都觉得哇，非常像台湾出版的书，而且是繁体字。如果大家有看到我的影片的话，那我一直以来都是用繁体字的，所以主要是我觉得简体字它当然是有它的功能，但是繁体字的话，在目前的书写我们都是用键盘嘛，所以它输入的方式、输入的时间差不远。所以为什么我对繁体字会有情有独钟呢？是因为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繁体字蛮优雅的，蛮漂亮的，它的那个笔画比较多，我就看到那个字看起来比较满这样子。OK， 优雅其实也是我看你影片的另外一个原因。你不只是书的呈现很优雅，你的影片其实我觉得跟马来西亚时下很多的这个时政评论的模式不太一样，因为马来西亚的时政评论应该怎么讲呢？比较接地气的时政评论员呢，他们就是江湖味比较重了。这样讲，对，大家都有一种你知道吗？比较义愤填膺的感觉哦。然后讲话也是比较稍微粗鲁一点，但是康哥总是这样子，就是徐徐不急的，然后为我们每天带来你对时事的观点啊。但是这一次，不管是透过你的影片也好，或者是写书，其实你想要传达的是一些怎么样子的讯息？你想要透过这一本书，其实你要带出来的 message 是什么？首先，我们都知道，做政治评论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些火气在里面的话，其实它不大好看的。它的确要在镜头面前呢，你要传递一些情绪，这样大家才会感受到你的那个愤怒啊，才会感受到你的那些不满在里面的。就有时候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我就不太能够表现出这种体质所以那就不如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没有很急躁的去把那件事情去跟大家去解释。所以也当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在评论政治的时候，如果能够撇除那个情绪的因素的话，它比较能够看清楚里面真正的那个问题。没错，它的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对，所以我说倒不如我就试试看走这条路啦。然后也很难得朋友们外面的观众朋友们呢，他们都觉得 OK 所以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的话，那就一直在做下去了。 OK， 至于说为什么我要出这一本书，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你问我的话，我是希望说我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把它汇集成书无论现在的那个时代怎么样去变化也好，那个手机的资讯怎么快也好呢，纸媒还有它 print 出来的东西，它印出来的东西呢，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对，你问回我2个礼拜前我讲过什么，我会忘记了，你知道吗？有些说我讲过这个观点吗？所以我就是连我自己创作者本身他们都会忘记，更加不用说平时在观众面前他们听了，他们可能就觉得知道了，但他们会忘记我讲过什么东西，我们当初为什么去在乎那一件事情。所以就下定决心了，把我的逐字稿就做了这一本书了。那其实你在乎的是什么事情？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是法治我们的制度改革然后我们的一些公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大马来西亚公民呢，我们很想要让它变得更好的事情。就比如说自由我一直在我的影片里面强调的，我们就是要强调自由的，这是对我很在乎的一些事情咯。如果说你从你的每天的感受里面，你都会感觉那个自由一点点的被剥夺的话，那很不好。所以我想要把我们当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让它变成现在的这一个样子的话，这本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脉络吧，我觉得。因为我相信你也不断的在你的节目当中不管是透过文章或者是透过你的 YouTube 节目影片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你常常都在做教育的工作，媒体识读教育或者是公民教育。我觉得这个其实在
时评员当中比较少人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又非常的重要。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些教育工作呢？以前大家我记得我以前有做过龙雪华堂的团长，是以前我在龙雪华清的时候呢，那一边他们就时常告诉我说，育我华清，民主为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这种情况下训导出来的。所以无论是整个组织也好，当时我经过的事情也好，都是要让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一些公民意识呢，去传递出去的。我们作为马来西亚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权利？我们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些素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很想去传递给更多人知道的。所以当时候2018年我卸任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通过这个 YouTube 的平台去把我这份理念，把我这个价值观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OK， 所以我就误打误撞的，也不是误打，就是默默耕耘的，到2019年到现在就做了，不知不觉做了6年了，6、7年了。所以这本书它就集合这6年所有的文章，还是它其实是从去年5月开始，我日更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那个。所以这个是从日更之后开始的作品。没错。OK， 所以它大概是记录了去年5月的时候开始就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因为5月到现在到12月的时候，它根本不是说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偶尔也会把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1MDB 的案件啊，它的来龙去脉啊，或者说当敦马主政的时候，它跟现在的社会体制，它的那个系统又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就拿来做一个比较，所以在里面呢，都是我觉得蛮精彩的一些文章来的，大家能够看得到。是有做功课，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写稿。其实每天我看你的节目，我都发现说你真的是做很多的功课，你真的是花很多的时间啊。除了做教育的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你刚才有提到说，对于你最在乎的事情是马来西亚的自由、民主，还有我们国家的法治，对不对？但是偏偏我们看到这些方面，特别是现在的政府。他们承诺的这种改革，现在迟迟很像指纹楼梯响偶尔有下来一点点啦，让你看到一点点踪影。但是很多人部分的人可能会比较忧心，或者是比较失望。那我不知道康哥，你现在你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这些在乎的事情，很像一直都没有发生，或者它进度比较缓慢的时候，你会着急吗？能姐，你说的太过客气了。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每天在做影片的话呢，我们看到大家里面在那些留言那边啊，其实大家都是在失望的大家可能是说以前都没有做到这个事情，但是你们做政府了以后，这些事情反而发生了。这种情绪是每天我都是看得到的。所以说回来的话，我觉得那个期望落差是现在普遍上民众有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说希望联盟他们执政了以后，他们也面对那个困境，他们知道很多东西并不是说他们在拉票的时候说的那么容易的没错是他们终于知道了他们终于知道了我没有很天真的说他们一上台以后他们就能够做出一些很根本的改革这样子的只是很失望的，我没有看到他们有那一个政治意愿在那一边不止这样子，他们还是有那一种想要去政治人物的特质，就是说他们有去想要说这个东西明明不是这样子，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做了所以比如说统考是说大家一个统考各自表述人家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他们是一个统考各自表述没错尤其是我的观众呢，大多数都是华裔，不是应该是全部都是华裔吧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期望落差他们有多失望。这样至于政治人物他们接收到了这份资讯以后，他们怎么去消化，他们怎么样去跟基层去沟通，这就是他们的要做的一个功课了。当然我觉得目前还是有一点困难OK， 去年沙巴大选以后就有那个成绩出来以后你说民间他们有没有一些看到做得到的东西呢？我觉得不禁反退了。其实我觉得教育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媒体教育也好，媒体识读教育也好，或者是说公民意识的教育也好，因为即便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同温层里面有看到有很多人对现在的政府是感到失望的，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是只认经济发展的。那特别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会听到一些昂弟昂哥，他们就说不会啊，我觉得新闻做得很好啊，你看马币不是升值了吗？现在经济数字不是已经都发展得很好了吗？那不是代表他们做得很好吗？那康哥，你对于这种的认知，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只要经济好就好了，其他的不重要。这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他们认为经济好，其他想法不重要的那一群人呢，他们的意见也值得被尊重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做日更就有这个好处，我们就能够戳破他的那个假象。那你说马币升值嘛，这样到底是你的国家的经济面真的是普遍好了，还是因为外来的因素？因为美国降息了，所以他才把那个资金涌入来马来西亚，然后你又去 claim credit， 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一种分析，这一种影片，然后就跟大众说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一直想说，我希望大家来看我的影片的时候，看多了可以不用被政治人物忽悠。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很想强调，然后也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公民呢能够提升的一些素质当然政治人物他们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他们我们跟他一定是有一些资讯落差的，但是就从公开的一些资讯来看，我起码可以从我们人民的角度呢去发表我们另外一方面的一个看法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东西并不是绝对有对错的，这个事情哪里绝对有对错呢？没错，大家只是角度不一样罢了嘛。所以如果你觉得我说错了，那你就把你的说法说出来那我们就在一个可以讨论的标准上，我们去讨论那个问题，讨论那个议题。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影片然后通过我的文字然后去让大家能够提升本身的一个公民素质吧，我觉得是你的这本书因为我跟 AI 请教了一下 ，AI 说你这本书呢分成大马政坛、司法观察、民生焦点、科技动态等5个方面那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司法观察这个部分。特别是最近我们都知道 MACC 反贪会本来应该是要来抓出贪官的这个部门，现在自己是不是也涉贪了呢？这是大家心里面的一个大的问号所以你会在你的书中，你会如何去引导读者去思考，其实法治以及人治之间的界限？因为常常我也在想说，到底我们马来西亚是不是真的是法治国家呢？还是我们越来越像中国那样子，越来越走向人治了？这样吧，我自己对法治社会的这个看法呢，我是有以下的一些感想的。法治社会嘛，首先你要有法可依，意思是说你对你的国家有一套法律这个东西哪一个可以做，哪一个可以做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有法可依。当然第二个就是有法必依。政府他会拿那些法律来说现在你 break 了这个 rules 了，因为我就根据这个法律我去处罚你，所以这个就是有法必依。然后第三呢，就是依法宪权。好，怎么叫依法宪权呢？我们都知道政府他掌握权力，他是一个，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恶魔来的。好，所以我们就要用法律呢去限制他的权利。然后最后的一个阶段，第4个阶段呢，我觉得法治国家就是要依法达义。法律它设计出来的那个目的，它是要达到社会的公义嘛。所以在要达到这4个层次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法治国家。但是在马来西亚现在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做到这一层呢？如果以我所看刚才提到的那4个标准的话，可能依法宪权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薄弱的。我们现在的政府呢，我们现在的执法单位呢，还是以有法必依第2个阶段，就是说我们有 rules 我们就拿着那个 rules 去限制你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更加不用说我们的法律有没有做到依法达义的那一个阶段。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司法观察？我也是因为当然也真的要感谢 AI 的，在去年呢，他们的那个发展，让我们可以很快速
也很简单的去了解他们后面的那个法律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可能以前一些法律条文只有一些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他们才能够解释的，但是有 AI 的出现了以后，他们就能够很明白很浅白的告诉我们它里面想要表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也说这个科技AI 的发展呢，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平权，它可能也是一个司法平权，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说当一个法官他这样判的时候，他后面的那个理据，他的司法精神是什么？而以前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嘛。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每一个人大概能够去做这个事情了。因为 AI 的科技的关系，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在做功课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的快速，更加的快速。对，但你会不会觉得说 AI 这个科技的出现，像刚才康哥所说的，实现了这个科技平权、法律平权嘛？但会不会也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出现在网络上面？你会怎么样子去评估说，现在这个 AI 科技出现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的资讯的生态会带来一个怎么样子的变化？当然虽然很多人他们都觉得 AI 现在的出现呢，它对生活改变很大，不过老实讲，社会上90%或者是95%的人呢，他们也未必能够很全面的去掌握这个技术的。没错，即便是可能我们因为创作的关系呢，我们每天都有接触 AI， 我们也不能够说我们完全知道它，所以它的那个鸿沟还是有在。所以怎么样我们通过这个 AI 把我们吸收到的一些资讯养分，再通过我们的口中去消化给一般没有在用 AI 的朋友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起码当这个桥梁。当然呢，一把刀它出现，它能够拿来做菜，也是能够拿来做坏事情。所以一个工具的出现呢，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归于它的那个用的人的那一边吧。所以就看你那个人本身你相信的价值观，你要带出的那个讯息是怎么样。所以我想还是本身那个人他是很重要的AI 越厉害的时候，人的那个比例，他要占的比例，他就更加重要，因为他可能是做成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守门人他可能够用这个 AI表现出怎么样的一个社会，他要带出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是 AI 的出现真的是对于自媒体的整个生态来说呢，是带来一些改变，而且可能它会重新定义自媒体那其实我就很好奇因为你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我是李伟康，自媒体人的10局笔记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个书名呢？其实它真的是很巧合的东西来的。我当然在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在想，我要用什么样的一个书名有想过镜头下的真相，还有什么样，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想法。但是有一天我就看到香港的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黎智英先生，他就被判刑了嘛。然后我就想到说他原来出过一本书叫做《我是黎智英》的那就刚好说大家好，我是李伟康这句话呢，也是平时第一个出现在我影片开场的地方。所以他说那倒不如我就去致敬一下黎智英先生，就用了我是李伟康的这个书名呢，这个名字这个方式呢，就做了我的那个书名所以感谢黎智英先生，他为这个言论自由带来还有所承受的一些承受的一切了。提到了黎智英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媒体人但是今天发生在黎智英先生的身上的事情，是不是未来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真的非常难说，特别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所以康哥，我想要问你，特别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有这个时政评论的律师连他的这个有20万人追踪的这样的专业都可以凭空的消失虽然只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环境里面消失，但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不会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言论自由紧缩这件事情感到担忧呢？这个绝对会而且也不是担忧，而且已经是豁出去了。如果有一天大家在镜头上看不到我，或者是看不到我的 Facebook 还是看不到我的 YouTube， 大家也不用惊慌。这个绝对是会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来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作为掌权的人，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权力。这样这个也是因为
当某些事情他们觉得你做的事情会影响到他们的权益发展继续下去的话，那他就会利用这个方法去让你不说话了。所以我想这是很悲哀的事情了。对，而且没有想到是当初一直不断的在跟大家说我们要为大家争取言论自由的这一群政治人物，现在他们自己来打压言论自由的时候，不晓得308的那个年代的他们有没有想到今天他们会被贴上打压言论自由这样的标签？这个也是很难讲。我想他们绝对没有想过。我当然也我觉得，因为你也认识308那个时候的他们，对不对？你也接触过那个时候的他们。没错，他们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因为每一个去屠龙者呢，他们都不会想，他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变成恶龙的一天的。只是时间、空间、时代的转移，有些事情你可能在他们的角度是必须要做的。可能在我们的眼中，你现在变成你是坏人哦，但是在他们的眼中，你就是一个搅局者。搅局者，你是一个破坏我们在制度改革的一个坏人。可能他们也都说服自己了，他们也说服自己说他在做的事情是对的，而你们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没错，大家角度不一样了。可能有一天搞不好我掌权了，这样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说人是不可靠，制度才能够最可靠？为什么说我们要有别人来监督我们的政治人物？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变化呀。但是你允许媒体自由存在的话，那有一天曾经支持你的人他们还会来批评你的时候，那你就知道事情是不对劲了。所以就是选择吧，我觉得每一个人政治人物都有一些选择。但是在洪伟祥律师的事情结束之后，我可能个人比较悲观了。我认为是这个可能只是第一步。他既然今天是可以封锁，那他明天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些法律的诉讼或者是逮捕？因为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华文的社论圈里面、言论圈里面，其实我觉得只是刚开始而已。如果我们看到是马来文的或是英文的，他们其实已经走到了一个更加极端的一个阶段了啊。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会不会接下来会有一些很多法律的问题出现？所以康哥。你有没有想过说，可能要做好一些什么准备如果今天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那其实可能也给后辈可能之后有想要做时事评论的一些年轻人，给大家一些意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好准备，去面对这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从我以前做事情的时候，我都强调这一句话：你有立场的话，那你就有代价。所以想不了这么多了，想不了那么多了，对，想不了那么多了。我为了这本书呢，我出了一个贴纸。好，像这个贴纸里面呢，我有放了一些我相信的一些话，其中一句呢就是说尽力而为，成事于天。就是说我们相信那件事情是对的，那我们就去做就对了。至于他会做出来的后果是怎么样，那个是由天去决定。所以作为我们要去宣扬自己价值观的人呢，既然是选择了这条路，那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反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煮到来就吃了。煮到来就吃了。是你刚才问我说有什么可以值得给一些讲说自媒体的人我是说你不要去凭空想象你发生的事情。对，讲的东西还是要有理据，要有理据的。所以你可以去揣测，你可以把那个事情的 fact它里面发生的那个原因讲出来，但是你就不要去挖那一个人，不要凭空捏造。对，这个是很危险的。即便因为你讲错没有问题万一你讲对了呢？往往出事情的就是因为你讲对了。我感觉到其实现在很多面临到可能因为言论啦，当然我是希望说马来西亚未来可以成为一个不要再有以言定罪的国家。但是呢，目前看起来状况就是这样子，而且现在我看到很多以言被定罪的这些人，他们讲的话很可能都是因为他们讲对，就像刚刚讲的。那我们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来嘛，你说 Bloomberg 在这里被人家起诉被人家也还未被起诉了，就是阿赞巴基他本身就去提控就去起诉他这样子。对，所以你说那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一个事情，人家堂堂的一个国际媒体去报道了一件事情，然后既然马来西亚的一哥本身
贪污一个呢，就去做这个诉讼，要去告别人诽谤啊，告别人诽谤啊，对啊，就很明显人家讲对了啊，所以你是，而且康哥你会觉得比较可悲的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民居然比较信任国际媒体多过信任我们自己的政府，所以政府是不是自己也要检讨一下？那为什么会这样？那是没办法的啊。今天那一个资料来到你们 BFM， 你们 BFM 也会比较也不太敢报吧，对不对？我说这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可悲的地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大料，其实本地媒体几乎不敢，都小心翼翼的，对，小心翼翼了啊，是未必说不敢，还有一些很有 gas 的，像你们也是可以去。没有，我觉得马来西亚给你比较有 gas， 他们跟豁出去了，对不对？是，对，所以。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都是有那个媒体法令，还有那一个印刷法令的那个旗帜，没错。所以这两把刀放在你头上，你很难能够做出一些踩线的东西不要说像 Bloomberg 那种这样劲爆的，你稍微去转述别人讲的，有时候你也会再想一想，这样子可不可以？这样子会不会踩红线啊？是，所以我们的言论自由的空间。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就在 YouTube 了，现在对，所以你看无论是 KJ 也好，是 Rafizi 也好，还有一些退下来的政治人物也好，他们都跑去做网红了。现在对，现在真的是 YouTube 的一个时代了，而且只能够在 YouTube 上面说真话，因为 FB 它是会配合政府对去做一些限制的。如果你自己问我的话，那我觉得一些 T 字头的是最快去被收编的，然后 F 字头的呢就是第二，然后再到一些 G 字头了。OK，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感受了。好，那康哥最后要请你来聊一下，除了这本书之后，我们接下来还可以期待你的在 YouTube 上面有什么样子？你像日更之后，你还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接下去的话的确没怎么样了，我就恭恭敬敬的去做我每天的功课，然后希望日更能够让更多人得到就能够醒觉咯 ，OK，就能够增加那个知识咯。很多人会说今年可能会大选，10月可能会到10月11月之间呢可能会举行大选，所以我们也是在持续的观察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的话，那可能就要拖到2027年的年尾了。OK，好，如果不管是今年大选或是明年大选，希望都可以到时候请到康哥来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一定会做大选直播的嘛。对，到时候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报道大选的成绩，好，看看大家那个当时的时局是怎么样。是，对。当然，虽然康哥说只是每天恭恭敬敬的要来做更新你的日更的内容但是我看你也是不时又会发起一个什么游行啊，像你跟不是前阵子也去反贪会那边也发起了游行等等的没有想到我那么老了，年纪那么大了，竟然这些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没有啦，你不老，我觉得你真的是你的心中的那一把火还是在烧着，对，是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想要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了，所以也很感谢YouTube。Facebook 或者是其他 TikTok 呢，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我通过相对低的一个成本呢，接触到更多的朋友，把我的一些价值观把我的理念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很不错，这是也谢谢好像 BFM 这样子的媒体呢，愿意来去给机会我们来这里讲这些事情。不要这么说，我是很期待你的第二本书啦，因为呢我在想你的第二本书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记录一下马来西亚的街头运动因为你也是参与了很多的街头运动那我们第二本书就是说我是李伟康之儿童不宜就讲一些怎么样贪污怎么样就是小孩子不能够听的怎么样去发动街头抗议好，今天非常谢谢康哥来到节目当中，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把这一本我是李伟康自媒体人的时局笔记给他买起来，给他看起来，好不好？好，谢谢康哥，谢谢能姐姐的邀请，谢谢，希望我们马来西亚会越来越好，好吗 ？OK， 好，大家要记得要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